今天又只卖了2包尿素，老爸这小店怕是要倒闭喽。谁呀？砸场子是不是？啊！妈呀，好大一只蚂蚱！别动，千万别动！姑娘莫怕，此乃飞蝗，虽啃食百草成灾，但并不伤人。你闭嘴！长这么磕碜，还敢进姑奶奶的店？这瞬间毙命。敢问姑娘，方才手中使的可是什么绝世暗器，竟能喷出如此刺鼻的雷霆毒物？绝世暗器个鬼啊！你是不是在哪个剧组演戏演魔怔了？拿杀虫剂当暗器？杀虫剂，家乡正遭遇着特大蝗灾，将士们苦战数月，却依旧无法阻挡这铺天盖地的蝗潮。而眼前这衣着古怪的女子，只用那个红色铁桶轻轻一按，这恶虫就轻而易举的死了。这简直是神明降世的手段！姑娘，实不相瞒，在下家乡正遭逢旷世蝗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性命危在旦夕。敢问姑娘，此等能喷吐毒物的神仙法宝，价值以何？在下愿倾尽所有求购。旷世蝗灾，神仙法宝，这演员入戏还挺深，也不用倾尽所有。超市清仓打折，1块5一瓶。怎么，你们剧组要买去当道具啊？先付钱，概不删账啊！1块5，这名字听起来，莫非是比铜板还要低贱的计量官位？如此威力毁天灭地的神兵神器，竟如此廉价。姑娘，在下来的匆忙，身上只带了这些黄白之物，不知这些可够换取姑娘的杀虫剂？我操！这绝对不是剧组的黄铜道具，这是货真价实的金元宝。姑娘，可是嫌少，若是不够，在下这便回去取，只求姑娘万万留住此等神物。够，太够了！你等着，这种小瓶的杀虫剂，我店里还有2箱。有救了！全城百姓终于有救了！多谢姑娘大恩大德，在下这就回去退敌。若是有效，另有重谢。我的个乖乖，我这是把杀虫剂卖给古代人了。王爷，城东的最后1块麦田也快守不住了，飞蝗太多了，根本杀不完啊！天要亡我平南城，数万百姓难道都要活活饿死吗？父亲，城东麦田有救了！众将士退后，看我用仙家法宝退敌！这洪水竟能杀蝗！快，按我画的图，在田缸上布射扫喷雾弹，风向正立，1个时辰内蝗群必溃。世子，这是什么神仙毒烟，竟能瞬间秒杀这等凶虫？此乃仙家神物，名曰杀虫剂。快，将这2箱神物分发下去，火速赶往城东麦田，务必保住最后的口粮。得令。世子，没仙气了！这法宝确实威力无穷，所过之处飞蝗必死。可是这虫子实在太多了呀！2箱法宝连半亩地都没喷完就耗尽了，后面还有万亩良田，这简直是杯水车薪啊！不行，既然仙铺有此等神物，就一定还有更多。赵统领，死守田地，我再去求仙人。发财啦，发财啦，不知道怎么去花。林姑娘，救命啊！在下家乡的飞蝗实在太多，那2箱杀虫剂虽然神威干世，但连半亩地都未曾救下，便耗尽了仙气。求姑娘慈悲，再卖我1000箱，不，1万箱，此物作为定金。若是不够，明日我定拉1车黄金来换。这玩意儿放拍卖行，少说也得几百万起步吧？林姑娘，求求你了。大哥，你先别激动，你是说你想拿那种家用小喷雾去喷几万亩的农田？连姑娘也没有办法了吗？难道天道真要绝我满城百姓？哎，打住！谁说没办法了？对付大面积农田虫巢，谁还用那种小玩意儿啊？跟我来后院，姑奶奶今天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农业重火力。看好了，对付大面积虫害得用这个。姑娘，此物非金非木，非陶非瓷，竟轻如无物，却又坚韧异常，
莫非是传说中的东海蛟龙皮所制？什么蛟龙皮？这叫工业塑料，这东西全名叫背负式手动喷雾器。敢问姑娘，此神器该如何施展神威？简单粗暴。看到没？一桶能装30斤水，你背在背上，左手压摇杆，右手拿喷头。只要你力气够大，这水雾就能源源不断，一扫过去，一大片地全给罩住。夺天地造化，简直是夺天地造化之物啊！有了此等神器，我那几万将士便如虎添翼，再也不用惧怕那漫天虫云了。先别急着谢，光喷水可杀不死虫子，重点在这儿。这叫高效浓缩杀虫药，记住比例啊！一小盖子的药水兑满这一大桶30斤的水，千万别倒多了，不然虫子死了，你们的庄稼也得烧死。一盖子就这么一丁点，就能兑30斤鲜水？浓缩的都是精华，懂不懂？就这一桶兑好的药水，足够你喷大半亩地。你算算，这一小瓶药能兑多少桶，能救多少亩？如果说之前的小托罐是暗器，那眼前这套东西就是横扫千军的攻城拔寨之器。若是有100套，不，只要50套，不出3日，平南城的飞黄必将灰飞烟灭。林姑娘，此等镇国神器，不知价值几何？这个喷雾器连带这一小瓶药，一套嘛，算你150一套吧。150万两黄金，平南王府就算倾家荡产，恐怕也凑不出这么多现货。神他的150万两，是150块钱，折合成你们的购买力，哎呀，反正很便宜。姑娘高义，景渊无以为报，这些金条和玉佩全当定金，请姑娘务必为我准备100套此等神器。100套是吧？没问题，我仓库里现在有20套现货，你先带回去救急。剩下的80套，明天一早我联系厂家拉货过来，保证管够。多谢姑娘。姑娘，明日此时在下再来叨扰。去吧去吧，奥特曼打小怪兽去吧，我的财神爷！而此时，时空的另一端，遮天蔽日的飞黄正疯狂啃食最后的麦田，绝望的哭喊声响彻云霄。就在防线即将崩溃之际，一道凌厉的声音犹如惊雷般在田野上空炸响：众将士听令，换兵器！让开！世子，这是何物？此乃仙界重器，众亲卫听令，左手压摇杆，右手稳住喷头，呈1字排开，给我杀！有令！死绝了，真的死绝了！神仙显灵了，世子殿下来了，借来了神兵利器。李老伯，虫灾已退，为何啼哭？世子殿下，虫是死了，可咱们的麦穗早就被吃空了呀，就剩下一根根土杆子，没有收成。这满城的百姓接下来吃什么呀？哎呦，真是感人肺腑啊！世子殿下真是好威风，弄来这些奇迹小术之物，把虫子杀光了。可惜呀，这死虫子不能当饭吃。王府的粮仓早就空了吧？这城里几万张嘴，明天的早饭在哪？千万里，你囤积居忌，发国难财，如今还敢在此大放厥词，你信不信本世子以军法将你法办？哎呦，草民好怕呀！世子殿下，军法能变出粮食吗？草民仓库里可是堆着3万担新粮呢，只要殿下愿意按市价的10倍收购，草民立刻开仓。哦，对了，若是百姓买不起，把你们手里的地契、房契卖给草民，草民也可以大发慈悲，赏你们一碗稀粥吊着命。10倍！你这是要喝百姓的血，敲骨吸髓！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活劈了你！赵刚，退下！千万里，你想趁火打劫，做梦！本世子哪怕踏破铁鞋，也绝不会让你们这群奸商得逞。那草民就回府，静候世子殿下变出满天飞雪般的白面馒头了。平南城已经到了悬崖边缘，
不出3日，若无粮草，必生民变。守好农田，清理虫尸，我去就回。我操！你这是去哪儿打了一仗？虫子没杀完，不能啊！那药效我心里有数。林姑娘，虫患已除，但景渊又来求姑娘救命了。不是，虫子都死绝了，你还救什么命？天毁了，粮绝了，平南城数万百姓即将断粮饿死，城中奸商更是囤积居积，欲将百姓逼入绝境。姑娘这仙铺之中，可有能填饱肚子的仙家口粮？大哥，你认不认识字？我这门头上写着4个大字：临济农资。农资懂吗？卖化肥、农药、种子的。你当我是沃尔堡超市还是沙县小天啊？我上哪儿给你弄几万人的饭去？是景渊贪心了，仙家宝地岂会有凡间果腹之俗物？打扰姑娘了。哎，你等等。外卖我是点不到了，不过我平时晚上守店怕饿，倒是囤了一箱狠活。先说好啊，这玩意儿可不是大鱼大肉，但绝对能保你们的命。林姑娘，此为何物？莫非是仙家盛放仙丹的宝匣？什么宝匣？这叫瓦楞纸箱。我刚才说了啊，我这是农资店，炒菜做饭我不会，但有能救急的干粮。喏，就这个军工级别的高热量压缩干粮，简称压缩饼干。别看不起眼，这可是好东西。这东西入手极沉，硬邦邦的像块砖头，隔着那层奇怪的薄皮，根本看不出里面卖的什么药。林姑娘，在下并非嫌弃仙家之物，只是此物形同石块，且如此秀馔，莫说城中那些饿了3天3夜如狼似虎的壮汉，便是一个5岁孩童，恐怕连塞牙缝都不够啊！用此物去救平南城数万灾民，恐怕不够塞牙缝是吧？大哥，你们古代人是不是对热量这俩字一无所知？这叫浓缩的都是精华。就你手里这玩意儿，真要是一顿全造了，能顶你平时吃3大碗结结实实的白米饭，干力气活都饿不着。3大碗白米饭，就凭这半掌大的土块，这怎么可能？就算仙家法术再精妙，也违背了万物生长的常理啊！哼，不信是吧？你咬一小口试试。记住我的话啊，咬一小口，嚼碎了咽下去，然后猛喝2口水，千万别当饼干猛啃，不然等会儿肚皮给你撑爆了，我这儿可不负责抢救。味道如何？是不是挺扛饿？奇哉，神物，当真是旷世神物啊！不过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咽下，腹中竟生出如此连绵不绝的饱胀之感。此物不仅坚硬易储存，竟还有无中生有、1生2、2生3的造化之功。这哪里是什么干粮，这分明仙家辟谷的无上仙丹啊！林姑娘，景渊替平南城5万绝望百姓，谢姑娘赐粮救命之恩。姑娘大恩大德，景渊结草衔环，没齿难忘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动不动就拽文词儿，什么结草衔环的，听得我牙酸。看到了吧，没骗你吧？这一箱是120块，要是省着点熬粥喝，足够你们前线将士和最危急的灾民顶过这2天了。林姑娘，景渊知晓仙家宝物不可用凡俗金银衡量，但城中恶殍遍野，人命关天，在下恳请姑娘再卖我100箱，不300箱这辟谷仙丹。景渊愿立字据，待度过此劫，必以10倍、100倍金银奉还。发了，这红宝石少说也有鸽子蛋那么大。这古代的财神爷简直是送钱小人啊！偿还什么呀？这些足够了，我还占了你大便宜呢。我平时就爱囤货，
刚好仓库里还有几十箱备用的，你先全部搬走救急。剩下的300箱，我马上下单，让厂家连夜送过来。明天这个时候你来取，保证管够。不过大哥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压缩饼干只能应急救命，绝对不能当饭天天干啃。你拿回去之后，最好让人把它掰碎了，放在大锅里熬成糊糊，分给灾民吃。千万告诉他们别吃太多，吃完必须大量喝水，不然肠胃堵死了，容易出人命。听懂了吗？警员谨记姑娘教诲，定当按法施周。有了此等神物，平北城有救了。钱万里，你不是要10倍高价吗？本皇子倒要看看，在林姑娘这辟谷仙丹面前，你那高价粮还能卖得给谁？姑娘稍后，警员去就回，明日定来取剩余的仙丹。喂，义务老表吗？对，是我，林记农资。给我来500箱军工压缩饼干，对，最顶饿的那种，连夜放车给我拉过来，邮费老娘包了。这是何物？莫非朝廷彻底断了粮，要逼我们吞食吃土不成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乡亲们，你们都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世子殿下口口声声说要给你们吃的救命粮，这分明就是用来铺路的黄土土砖。王府早就山穷水尽了，世子为了安抚你们，竟然拿这种东西来滥竽充数。你们若是把这黄土吃下肚，不出半日，必定腹胀如鼓，活活憋死。钱万里，你休要在此飞鼠不管不顾，在此妖言惑众！怎么被草民戳穿了心思，世子殿下就要当街杀人灭口吗？乡亲们别怕，我前记粮铺虽然粮价贵了些，但那是货真价实的白面和大米。只要你们肯把手里的地契和房契卖给我，我钱万里立刻大发慈悲，赏你们1人1碗浓浓的白米粥，绝不让大家吃土等死。要不，咱们还是把地契卖给钱老板吧，好死不如赖活着啊！全都给本世子住手！钱万里，你趁火打劫，逼迫百姓卖儿育女，变家家产，简直丧心病狂！今日本世子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神仙口粮！赵统领，按仙铺林姑娘的交代，把敲碎的鲜粮下锅，大火熬煮，不停搅拌。得令。草民倒要看看这一盆碎石头能煮出什么仙气来。好香，这味道比白面馒头还要香10倍啊！天哪，指甲盖大的一块，竟然能长出这么大一锅，这不是仙家手段是什么？林姑娘诚不依我，此等神物，果真是地谷仙丹。乡亲们，这便是本世子求来的仙家神粮，此物极其扛饿，这一锅足够500人果腹。大家排好队，每人半碗，千万不可多食。吃完务必大量饮水。太好吃，饱了，真的饱了！我就喝了这半碗，肚子里竟然像是揣了个大火炉，暖和又踏实，再也不饿了。我也饱了，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顶饿的东西，神仙粮，真的是神仙赐下的贤粮啊！多谢世子殿下救命之恩，多谢仙人救命之恩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天下怎么会有这种邪门的东西？遇水就长，半碗就饱，这是妖法，这是障眼法！钱万里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你那散发着霉味的陈年高价粮，还是留着自己慢慢吃吧。把这个扰乱民心、趁火打劫的奸商，给我乱棍打出去！打死这个黑心干的狗东西！整体惦记我们的地契，滚出平南城！世子，有了这批鲜粮，百姓的情绪彻底安抚住了，将士们吃了一块，更是能浑身充满力气操练一整天。钱万里的粮铺今天连1粒米都没卖出去，快气疯了！
贤良虽好，但终究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我能用金银换来300箱、3000箱，但能换来3年、30年的口粮吗？平南城的土地刚刚经历了大旱和蝗灾，寸草不生，元气大伤。更要命的是，如今已经错过了春耕的最好时节。若是不赶紧让土地长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粮食，到了冬天依然是死路一条。可是世子，如今这干裂的黄土地，连野草都不长，能种什么庄稼？明日本世子再去一趟仙铺。林姑娘既然掌管农资神铺，必定有能在这种荒年里迅速生根发芽的仙家种子。林姑娘，景渊又来化缘了。哟，财神爷来了！怎么着？那几百箱压缩饼干这么快就造完了？还是那个黑心粮商又找你麻烦了？托姑娘仙良的福，平南城的百姓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，民心大定。那个试图扰乱民心的奸商钱万里，也被灾民们乱棍打出了广场，如丧家之犬般龟缩在府里，再也不敢冒头了。只是景渊今日前来，并非为了求购干粮。平南城数万生灵，不能世世代指望姑娘的仙粮度日。大哥，脑子挺清醒嘛，知道授人以鱼的道理。说吧，这次想要什么？大旱和蝗灾刚过，土地干裂贫瘠，宛如铁板一看。更糟糕的是，如今已经错过了春耕的最佳时令。敢问姑娘，这仙铺之中可有那种不挑土地、耐旱且能速生速长的仙家良种？这题你算是问对人了。错过春耕，土地贫瘠那都不叫事儿。等着，我给你拿个好东西。哟。林姑娘，此为何物？形似泥块，表面粗糙，竟还生了数多怪异的兽尸。这莫非是某种用以入药的奇毒之物？瘦流，你这想象力不去写修仙小说，真是屈才了。听好了，这玩意儿学名叫马铃薯，我们俗称土豆。这可是真正的救荒神器，专治各种土地贫瘠、缺水大旱。就凭此物也能果腹？岂止能果腹，它简直是农作物里的战斗机。这东西长得快，几个月就能收成，不管是蒸着吃、烤着吃、切丝炒菜，还是磨成粉做面条，全都管饱。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产量。哪怕是在你们那干旱贫瘠的黄土地里，只要照着我的方法种，1亩地随随便便长个2、3千斤。2、3千斤！姑娘，莫不是在拿景渊寻开心？我大渊朝最肥沃的江南水田，风调雨顺之年，1亩上等水稻也不过产量3、400斤。这等貌不惊人的土豆，竟能亩产3000斤，这简直是夺天地造化之神迹！大惊小怪什么？我们现代农艺主打的就是一个朴实无华且高产。看仔细了，这个坑叫芽眼，现在上面已经冒出小芽了。你们拿回去之后，就照着这样切，保证每一块上都有一个芽眼。为了防止切口腐烂，切完后用草木灰裹一下。将这仙种包万段，竟还能生生不息。这叫切块繁倍，别搞得那么血腥。挖坑芽眼朝上，盖上一层薄土，只要稍微浇点水，保持湿润，不用多久它就能破土而出。平时除草，培土就行。切块掩埋，即可获数千斤之巨。这哪里是泥块？这分明就是能拯救大元朝天下苍生，甚至能改变国运的无价之宝啊！林姑娘，这些金条乃是城中那个黑心粮商钱万里私下欲贿赂在下，试图让我高价买他陈粮的赃款。今日景渊便用这奸商的不义之财，为平山城百姓买一个丰衣足食的未来。在下恳求姑娘帮我调集10万斤，不，只要姑娘能弄到，多少这金疙瘩、景君之全都要了。我的老天爷，用1块多钱1斤的土豆换金条，这买卖简直比印钞机还快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先把你面前这2麻袋扛回去，召集人手把地翻好，顺便教将士们怎么切块。我马上联系周边的蔬菜批发大棚，连夜给你拉几大卡车脱毒种薯过来。多谢姑娘再造之恩。有了这金疙瘩，平满城的死局终可彻底破去了。景渊去也！
众将士、乡亲们都看仔细了。大旱刚过，土地贫瘠，我们原本的良种已经无法在这干裂的黄土中存活。但这是本世子求来的仙家神种，名曰土豆。此物极其耐旱，不挑土地，只需短短数月便可丰收，且能亩产2-3千斤。亩产2-3千斤，老天爷啊！江南最好的水田，一年也出不了500斤粮食啊！这泥疙瘩能长出几千斤？世子殿下莫不是在说笑吧？这看着就像是长了瘤子的树根啊！世子殿下，小老儿种了50年的地，从未见过这等神物。只是这神种该如何播种？难道就这么整个埋进土里？李老伯问得好，仙家农术主打的就是一个朴实无华。你学会了，埋进土里岂不是要烂掉？这怎么还能活啊？大家看，这每一个切块上都必须带着这样一个牙眼，切好之后，在切口处裹上一层草木灰，以防腐烂。牙眼朝上，不可埋得过深，盖上一层薄土即可。只要稍加清水试湿，它便能在这绝境中破土重生。仙人说了，这叫切块繁倍，生生不息。对，世子殿下连那遇水膨胀的仙丹都能求来，这土豆肯定也是真的。大家抄家伙，干啊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可笑，太可笑了！世子殿下，草民听说您去求了什么仙家种子，还当是什么宝贝呢？原来就是一堆发了霉的烂泥巴呀！乡亲们，你们都长脑子吧！把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挖出来的烂疙瘩切成碎块，还裹上灰埋进土里，这要是能长出庄稼，草民千万里3个字倒过来写。你们还不明白吗？王府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只能拿这些破烂玩意儿来拖延时间。与其在这里白费力气，不如赶紧把手里的地契卖给草民。只要你们肯卖，草民立刻开仓放粮。你想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还要杀人不成？大渊律法，大灾之年，凡扰乱春耕、煽动民心者，视为叛国乱党，杀无赦。千万里，你给本世子听清楚了，这片土地是平安城百姓的命根子。你若再敢踏入农田半步，妄图阻挠包播种，本世子定让你项上人头落地！滚！姓陆的，你别得意，草民就争店看着。半个月后，你要是能从这烂泥里种出1粒粮食，草民就把这田俩的土全吃下去。咱们走着瞧。乡亲们，切勿理会奸商狂吠，仙家神种就在眼前。今日我们流下的每一滴汗水，都是来日救命的粮食。分发种苗，切块下地。而与此同时，该死的陆景渊，竟敢当众羞辱我！老爷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要是那王府真的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种出了粮食，咱们囤的那几万石粮食可就全砸手里了。种出粮食？做梦！一堆切碎的烂树根，就算真有仙人保佑发了芽，那又如何？这平南城可不是只有天灾。管家，去给我把城外的黑风寨山匪联系上，等过上10天半个月，真的长出苗头的时候，趁着夜黑风高，雇人把那些幼苗连根拔起，全部毁掉。我倒要看看他陆景轩有什么通天的本事，能在黑夜里防得住暗箭。半个月后，平南城东郊的农田发生了一场堪称神迹的巨变。原本寸草不生的黄土地上，竟奇迹般的钻出了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翠绿幼苗。这些幼苗长势极其凶猛，在春风的吹拂下，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泥土芬芳。属下活了30年，从未见过长得如此之快的庄稼。这才短短半月啊，竟然已经有半尺高了。林姑娘给的这土豆，当真是能活死人、肉白骨的仙界神种啊！种苗虽长势喜人，但越是如此，我们越不能掉以轻心。这半个月来，千万里那个老狐狸太安静了，以他那睚眦必报、唯利是图的本性，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种出粮食，砸了他的饭碗。世子的意思是，他要毁苗。如今幼苗出城，正是最脆弱的时候。若是将士们举着火把夜间巡逻，敌暗我明，不近照不远，反而会提前暴露我们的位置，打草惊蛇。若是不用火把，这茫茫黑夜，贼人趁黑摸进田里，一刀下去，咱们的心血就全毁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这田延绵数千亩，咱们这点人手，若是瞎子摸黑，根本防不住啊！无妨，
本世子这就去一趟仙铺，求林姑娘赐下黑夜逝世的神器。今夜定叫那些魑魅魍魉有来无回。哟，陆大世子，这大晚上的不用在前线督战，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串门啦？林姑娘，景渊又有要事相求。得，你一做一准没好事儿。说吧，土豆出问题了？不能啊，那批种树质量杠杠的。仙种长势极好，半月已长出半尺高的翠苗，平排城复苏在望。只是城中那黑心粮商狗急跳墙，今夜必雇佣江湖杀手和山匪，趁着夜黑风高，潜入农田毁我幼苗。这么缺德？正是，但我军敌暗我明，若是点燃火把，光亮不过数丈，且容易暴露自身位置，反被贼人暗算。若是不点火把，田野漆黑一片，防不胜防。敢问林姑娘，可有能让人在黑夜中视物如白昼的仙家法宝，或者是传说中的千里眼之流？黑夜视物千里眼，你当我是卖军火的？再给你弄个红外线夜视器，那玩意儿可是管制的，我这小破店上哪儿给你进货去？这可如何是好？若是没有此等法宝，今夜我那几千亩幼苗怕是要遭毒手了。哎，你急什么？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不能用高科技，咱们可以上物理超符啊！物理超度，来，这玩意儿叫工地巡逻探照强光手电，不用火，不用油。看到这个开关没？别对着自己眼睛啊，对着墙，按一下试试。哎呀，我的眼睛！这是9天玄雷的闪电被封印在里面了吗？竟有如此恐怖的光芒！傻了吧？都说了别对着人眼。这叫1万流明强光，有效射程500米。别说是晚上了，就算是大白天照在人脸上，也能瞬间让人致盲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神兵，这才是真正的防守神兵啊！林姑娘，那另一个物件又是何物？这个叫高音扩音喇叭，防守嘛，除了光，还得有声音造势。你想象一下，半夜3更，贼人正偷偷摸摸准备砍苗，突然，停！看到没？这叫声波武器，大半夜的，就这动静一响，方圆里都能听见。那些做贼心虚的杀手，还不当场被吓得魂飞魄散？光如烈日，声如天雷。林姑娘，事发突然，景渊未带金银，这3颗夜明珠乃是大渊皇室贡品，全当定金。请姑娘速速为我备下50兽手电和50个喇叭。今夜我要让那些贼子知道什么叫天罗地网。夜明珠，这可是传说中暗刻卖天价的古董珠宝啊！没问题，这种安保器材我仓库管够，这些都已经充满电了，拿回去直接用。开关一按，干死那帮黑心贼！钱老板说了，1株苗1文钱。兄弟们，这满地都是田啊！哼，王府连个火把都不敢点，全是一群瞎子。待会儿动作麻利点，把苗全给我砍烂，一根不留。是。好戏，马上开场。众将士听令，降为打击。什么声音？雷公发怒了，我的耳朵！开灯！我的眼睛！瞎了，我瞎了！这是天火降世啊！天神饶命！天神饶命啊！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说是谁指使你们来毁田的？是千万里，是城里的粮商钱老板，他给我们1株苗1文钱，让我们把这地里的仙苗全毁了。世子殿下饶命啊！哼，果然是他。全部拿下，押入大牢。千万里涉嫌雇凶毁坏救灾良田，意图谋反，给我拿下！完了，全完了！世子，挖出来了，好！
好大的一窝！这1亩地起码挖出了3000斤啊！真的是神仙保佑，我们不用挨饿了，岭南城活过来了！景渊，立刻将此牌匾送往仙铺，待我大冤百姓叩谢林姑娘再造之恩。父亲放心，孩儿这便去。欢来光临，林姑娘，别来无恙。我操！你这身打扮，你要去走红毯啊？林姑娘，平南城大丰收，粮仓已满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景渊今日前来，不买化肥，不买农具。那你买啥？听姑娘之前提过，现代有一种名为火锅的美食，不知景渊今日可有柔心，请姑娘赏脸共进。行啊，不过丑话说在欠前，你现在可是大户了，今天这顿火锅必须你请客，我要点最贵的毛肚。故所愿也，不敢请耳。跨越1000年的时空，属于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